好了，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先分享嘉玲同学的一个体会啊。这前不久去长沙去讲3天课，然后呢，他从杭州专门赶到长沙去听了2天啊。他说：“李老师晚上好，说我已经到了杭州了，是非常感恩您的爱的力量，让我有力量来到长沙上课，又重获力量回到杭州。”他是回来的路上，他也得听哈。回来的路上就用了李老师教的这个转境，教的一些方法啊。说我对气味啊很敏感，尤其是那些臭味。说坐地铁到高铁站，感觉一路都是汗臭味啊，酸臭味。我想可能是老天在考验我，就是我学着用李老师教的一切都是好的，就没有臭和香，就没有这样的分别。说一切呢都在于自己的心，我就忍着没有去拿包里的精油喷在自己的身上。有很多你看，很多女孩啊，很多人呢，就是嫌周围的环境不好，就随身就带着一些精油啊、香，就一些香的东西啊，香水哈。是后面还是闻到的时候，就闻到这些味道的时候，又想着自己啊，就是什么呢？我就是净化器。你看，这就变得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就不去分别它啊，哎，接着想什么呢？哎，就很主动积极的了。我又想着自己就是净化器，我可以为众生做净化。这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刚开始我可以不关注它，不分别它，但这已经很好了。哎，主任，我就是净化器，我可以为周围的人、为众生啊做净化。说，然后呢，进了高铁站，就再也没有气味再干扰我了。相信以前呀，我一闻到这个臭味就各种喷精油，一闻到臭味，哎呀，各种喷了，就好像用这个才能保护自己一样哈。是，我想无形中是和臭啊形成了一种对立，一种不包容。你越跟它对立的时候，有时候它越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你生命之中的很多干扰。这个对这个味道是这样，闻一闻臭味是这样，在生活中呢也是这样。你只要有分辨，这个人好，这个人坏，他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那样？好，你一分辨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在干扰你自己，是你头脑中有了分辨，有了2种对立的思想，是自我在进行干扰。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外面对你的干扰，很多时候并不是，是你内在有了对立的这种判断。对立的分析，对立的这种东西了，这个东西啊，在里面叫自我干扰自己了啊。好，那下面说啊，说谢谢刘老师3年以来对我如师父如家人般的关爱和教导哈，是您教的智慧支撑我走过这2年，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哈，他比较年轻哈，生活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说是您教的智慧支撑了我走过这2年，不断在生活中、工作中实践领悟，又经常被现实事件呢所染污、迷失。有的时候锻炼之后、学习之后感觉很好，到生活当中呢又被打回去了啊。但是每一次回到课堂，就觉得重新净化，又重获力量。说看到您细致耐心的教导我们，非常感动。回来的路上看禅宗的书，说以前悟道啊是要被师父打或者骂，而现在我们多么幸福哈！说遇到像您这样的慈爱无我的老师哈，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这些愚钝的学生啊，还是教本身用语言难以传达的心法。他感觉到通过这样的学习是自己的福气啊，因为现代社会变得不一样了哈，跟过去那就有的时候就不能用所谓过去的这样一些方法，但有的时候大家注意哈，我们学习，比方说看禅宗的书，看到过去的那些教学师傅和徒弟之间的这种教学，我们自己呢也是要从中吸取一些东西。比方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禅宗他讲师傅是谁呀？生活处处都是老师。遇到的任何事情都是老师，你只要有一颗要去净化自己的心，要有一颗自尽其意的这样一种觉知，那么生活中处处它都是老师，处处都是老师。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说生活中啊，你不被教育，就会被教训。
被教育是什么意思呢？就生活中处处是老师，我在生活中我要学习，这是被教育，或者是自我教育。你不被教育，你不自我提升，你很有可能就会被现实所教训。我说清楚意思没有？你不被教育，有时候真的就会被教训。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其实前面有的东西也已经讲过类似这样的内容，就是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去修自己的这颗心，修自己这个觉知之意。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去做呢？我提出这么一个话题就是要借助物理清洁，触发心理净化。这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要通过可掌控的物理行为，因为你的心有时候你不太好掌控，你看不见它，摸不到它，那么怎么办呢？就通过可掌控的物理行为，因为这个物理行为也是你心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可掌控的物理行为，在混乱的这个意识的这思绪中建立一个锚点，就让人怎么样呢？从被动的陷入情绪，你会被动进到情绪里面，转为什么呢？用主动的行为去干预你的心态，就调整你的心态。我们大家清楚意思没有有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进入习惯的圈套，陷入了情绪之中。那么现在怎么样呢？我用主动的行动去干预这个心态。当然了，你可以根据你个人的习惯，关键是什么呢？你在重复当中形成自己的净化仪式感，你净化心灵有一种仪式感。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生活当中你可控的那些行为，来调整平常你看不见摸不到的不可控的那个心。我举例子就好说明了大家注意你比方说早晨起来，一起来，我的床铺要整理我的床铺。你要么把被子叠成方块，要么把它铺平。我们平常我相信很多人干过这个事儿，当然也有人的家里的被子什么从来不叠的也有。我一做个事情的时候，一叠这个被子，一铺平这个床的时候，你就想叠去杂乱，心归有序，就给自己这样一个叠去杂乱，心归有序，不然那被子到处堆得乱七八糟，是杂乱叠去杂乱，心归有序。就好像对应什么呢？这个杂乱的床铺对应着你心中的那个焦虑，心中乱的想法。怎么样？我一叠去它，通过把被子无论是方正化也好，无论是平整也好，将一切的思绪收纳整齐，好，桌子上各种东西，这儿也是那也是，让物归其位。你把它摆放，它应该在什么地方就放在什么地方。物归其位，在想物归其位，心归其境，或者念归其境。这就是什么呢？一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的心念随这个东西放到它的位置上了，念头归到安静的状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就是生活中很多这种时候，我再比方说你擦桌子，你一擦桌子的时候，就擦去尘埃，擦去杂念，擦去尘埃，擦去杂念，还可以要念去，尘去，灰尘走了，尘去，念去，念也去了。你看到桌子很安静，神清，尘去，念去，神清。就好像外面的灰尘，就把它映射为内心的这些杂念，一擦尘去，念去，完了之后呢，神静，精神安静。
有的人你光坐在那儿想，可能还不太。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哎，你的身心合一做这个，再加上一个念头，有动作的仪式感，加上你内在的心理暗示，就把净化心性啊具体化了，就很好操作。哎，这样。你再比方说，我们洗手的时候，你一洗手，呀，讲水流过手，或者水流过手，烦恼随走。你哦，或者手洗灰尘，心洗杂念。比如说刚刚在那很烦很生气，哎呀，干活怎么这么累，哎，就好像很烦躁。好，一洗个手吧，一洗又马上，哎呦，所以一洗手，马上进入一种什么？水流过手，烦恼随走。净手，净意，净心神。所以你看，生活中其实每时每刻你都可以这样去觉知。你洗澡也是一样，有个水流的觉知。这一洗澡，哎呀，水流带走我的杂念，净身、净心、净念。你一出门，一阵微风拂面，微风一吹过，哎呀，这一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比方说你很烦躁，一吹风，哎呀，很凉爽，很清爽。呀，不单单身体很清爽，哇，我心灵的尘埃也随风飘去。我那些怨恨恼怒烦，哇，随风化掉。这就是借助物理的清洁、物理洁净或者物理感触，触动心灵的净化。触动心灵净化，要提到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它。你再比方说，家里面有的时候会点香啊，或点蜡烛啊，也可以啊。那个香我点燃了，香慢慢的烧尽了，你可以触发你的心灵的这种洁净的模式啊。哇，心火燃尽，烦忧成灰呀。那香点完不就成灰了吗？你的烦恼和忧愁也就成了灰烬了。看着点燃的火苗，或者蜡烛也好，或者就是那个香火也好呀，叫以火净念，以光成心。用这个火来净念，用这个光来成你的心，沉静你的心。当被烧掉的时候，你就想着呀，烦恼全部都化掉了。这些事情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你真正在做的时候，你这样一做的时候，你立刻给你所在这个空间注入了一种仪式感，注入了一种意识，一种洁净的意识，洁净的意识。我们再比方说我就多举一些例子，当然这些例子以后可能还会展开来讲啊。你比如整理衣柜，家里有一些衣服啊，这些衣服时间长了，有的甚至1、2年都没有用过，没有穿过，怎么办？有一些可以就舍弃掉了，或者就捐赠了，赠出去了。这个时候也可以怎么样呢？也可以这样想呀，这个衣服已旧，可以抛弃了，可以送人，可以怎么样？我不用它了。衣服已旧，就此衣已旧啊。此念已过，就有些念头，有些你生活中执着的那个念头，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可以过去了。因为你很多那个旧衣啊，都联系到过去的一些场景，那么把它放掉，就好像怎么样，放下过时的执念，一个念头该放掉了。就好像你抛弃一件东西，你就放掉心中的一个过去的执念。大家想一想，可不可以这样啊？
因为很多东西啊，就联系到过去的一些事情、一些遗憾、一些没有完成的事儿，哎呀，一些心中总也挂记的东西呀，断舍离，抛弃掉。你看清楚意思没有啊？你平常生活中不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话吗？比方说这个家里啪打碎一个杯子呀，岁岁平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借助物理的这种触碰，物理的感受，给你去净化心理。但这是一种转念，把它变成一个好例子，其实类似这样的意思，类似这样的。生活中，比方说一下，哎，你不小心撕碎了一张纸，呀，这张纸一撕碎，碎了什么？过去的某件事儿，某什么，碎扔掉了。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哎，你就讲抽象过去那个烦恼，就像这张纸已经碎，哎呀，把抽象的烦恼变成了具体化的这种纸，把抽象的去除烦恼，或者这烦恼没办法怎么办？增加我可以撕碎它，就增加了自己那种掌控感。我对这个烦恼我是可以掌控它的，我不是被它掌控的，把它撕掉。哎，反复撕，把它扔掉。这只要有心啊，生活中太多这样的事儿，你都可以去净化自己的心。你再比方说扫地，过去曾经讲过，说扫地扫心地，我的扫地就是扫心地。哎，你还可以具体点，一扫，你就往左扫，左扫忧，右扫愁，左扫怨，右扫烦。尘归尘，心归心。哎，给自己这样一种觉知啊。特别打扫卫生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角落，故意的把那个角落好好扫一扫。哎，那个角落扫一扫干什么呢？就象征着平常被忽略了的那种负面的情绪，哎，把它清洗掉，把它清理干净了。不是表面简单扫扫就算了，哟，我要净化我的心灵，就平常你没有觉知的那个意识惯性，你把它扫一扫。你扫一扫灰尘都是从里往外扫的，没有从外往里扫的，是吧？你从卧室扫门口扫出去了，从里往外扫，就隐喻什么呢？哎呀，叫内心的压抑排出体外，要从里面去下功夫，从里面下功夫，从里往外走的，不是从外往里走的。你从外往里走，你把外面东西、脏东西拉进来了。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内求呢？我是从里往外出的，不是从外往里走的。你光注意外面呢不行，这个方向这样去。当然是这个是内求外求之意，就是你要从里面去发自内心的开始变化，哎，才引起外面的变化。外面的变化，所以这些你看生活中这些东西真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就是你比方说这个放一个，刚才讲放东西，东西一归的那个位置，各归其位。那我的所有的心神要怎么样，也得回来。比方说这块书架上本来这块有一本书，拿着那随便扔到那地方去了，它没有归位，哎，我把那书拿回来，归到位置上。这一归位，想，哎呀，我平常我的心神不也到处跑吗？到处都是啊。哎呦，要随时怎么样？随时归位。啊，这个书架上的书，那会儿拿走了一本，一看，哎，怎么少了一本啊？一归位，哎，完整了。这就是说，目之所及，心之所安。以后我们还可能有机会分享这个话题。就你目之所及，你看到的什么地方都在什么安你的心。在安我们的心。你泡茶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注水入心，注水入这个杯，注静入心，注水入杯，注静入心，水满杯，静满心。就是呀，我是有觉知的。
你冲茶泡水的时候，这个慢慢的这个节奏就强迫你怎么样？哎呀，专注当下，液体平静的这个流动，和你的心理状态形成了关联呢。这么种感觉，所以生活中啊，太多这样的一种，你要想，生活几乎每一件事儿，你只要用心，你都可以用这个物理的这种触碰，这种感觉呀，触动心理的那种净化。心理净化，你比方说你清洗厨房，那油烟机上的油啊就很难擦净，你用水怎么擦，有时候就不太好擦。哎，你买一种专门的那种清洗油烟机的东西，你一碰上之后，很快哗全化掉了，全化掉了。哎，这个是呀，油啊化掉了，水就洗干净了，哎，干干净净，你就想，哎呀，只要我用对方法，你不要觉得好像，哎呀，我这个东西不好变，我没办法了，我一辈子就这样了，绝不是这样。好了，如果整个就是都是那个油，你用水去擦，那真的不太好变。你这个得变，你这儿变了，你的工具变了，那个油就很容易就清洗掉。你只要有心，从里往外的，发自内心的去改变，再大的油污也会什么呀？瞬间给清洗干净。你的方法不对，你整天埋怨，整天抱怨，整天指责，那个油烟机上的油，你天天用水往上撩，用水擦，你可不是擦不掉吗？它融不进去啊。对，你只能融进去了，才能把它化掉。用特殊的东西，就一下子就清洗得干干净净。内心也是一样。那方法不，你总找外面的原因，总找别人的原因，你完全不去发自内心的去解析自己，那个油污怎么能去掉呢？我想，这顽固的油污，只要用对材料，用对方法，一下子就能够散掉。那所谓我的一些问题，不也一样吗？那个油污是天长日久熏染上去的，那我心中的问题不也是天长日久熏染过来的吗？你用平常的方法确实不好清洗干净，但我用特殊的东西一下就干净了。那个特殊东西，那个油污只在表层，那个水只附着在油污的表层，所以那油污下不来。那种特殊的东西呢，可以进到里面去解析它，破坏它，解析它，一解析把它散掉了，化掉了。我们内心的那些问题也是一样，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问题。你往外找，就还弄成水一样，永远去不掉，往里面去找，就真正认错、反省、反思，照样可以很容易的把所谓你过去认为不容易去掉的毛病，我就可以去掉。说你的脾气性格都是能改的。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单独讲这个问题啊，就讲了这些，举了这样一些例子，在生活当中的很多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什么呢？通过物理的这种触觉感受啊，这种碰触，触动心理的净化。大家注意啊，一件事这样做，两件事这样做，时间长你就形成了一种仪式感，也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么这种习惯是净化心理的习惯。你只要遇到事儿，只要碰触到，马上和净化心理怎么样联系起来？大概如果这样去做的话，真的你修行的效果、锻炼的效果会什么突飞猛进。因为什么？你真的能把一天24小时都成为自己的修行了。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在锻炼哈。每一天我们都是这样讲一讲，有时候讲的稍微多一点，有时候讲的少一点。讲完之后呢，再练哈。我
们光讲不练，那是嘴皮子功夫哈。你光练不去讲呢，有时候就会糊涂哈，就会容易不清醒。所以每天讲一点，然后就练一练啊。好嘞，请大家一起啊。好，安静。安静。脚分开，成8字。手慢慢上来，这一抬的过程啊，你就在解析生命，拆解身体。身体很放松，放松到整个虚空之中，借天之力，身体微下蹲，拆解掉肉体，将皮肉筋脉骨、五脏六腑都拆解开了。但那个觉知还在。整个生命似乎是静止了一般，因为你拆解开了，拆解的空空荡荡，和这个无限的虚空，和那个所谓静止的虚空是一体的。一切都空荡了，静止了，只剩下了越来越深细匀长的呼吸。
心息相依，如冬眠一样，头脑安定。尽量一动也不动。
静。安静。心息相依，气沉丹田。那个心安住于丹田的深处。
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尽量啊，大家请坐，静坐，静养。我们今天分享了说借助生活当中那些可以感触到的东西，
来去调整净化自己的心。因为静心啊，有的时候这心看不见摸不到，只能是这个心碰到了周围的东西的时候，才反映出它是什么样子。它是愤怒的、讨厌的、喜欢的、爱的，反映出来哦，马上通过这物理的感触接受，是很明显的呀。通过这个，就逐渐建立起一种心灵净化的仪式。整理床铺，整理房间，打扫卫生，喝水、洗澡等等，生活中的处处的每一个场景，其实都可以什么引发你内在的心灵净化。引发出这种机制，就好像你编造了，你制造了什么呢？编创一个程序一样，遇到事马上这个程序启动了，一启动，展现为什么呢？净化心灵的这种效果。这就是把锻炼、把修心啊和日常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生活即修炼，修炼也即生活。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